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 Tyson。大家好。圣诞节相继，我们呢每年都会去 Costco 买香槟。那今年呢又到了开香槟的时节了，那所以呢我特地让 Tyson 去 Costco 逛了一圈，买了3瓶香槟。那你来介绍今天你买的香槟吧。有一瓶是那个明月，这个很有名的，还有一瓶是朗颂，然后还有一瓶呢是那个凯歌，凯歌是最贵的那个。我们开始尝吧。好，我们今天先尝第一个。闻香槟总是给人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它这个就是柠檬，青柠檬，酸酸的那种青柠檬。就是闻着就流口水，还有那个酵母的那个味道，特别明显，就有点像那个面包，就刚出炉的那种面包的那个上面带的那种酵母啊，然后还有一些面包的香气啊。喝了这么多香槟，喝点白，我最近其实钟爱于喝白葡萄酒，但是我觉得这个香槟的感觉没有很香槟呢，不够气，是吧？我们刚开，但是感觉它的整个的气泡，感觉在喝一个白的Sauvignon Blanc，单酒来说就是普普通通啦，没什么回味，就是就白葡萄酒。它整体来说它没有很酸，也没有很甜，就整个就从那个也不清脆，整个从平衡性来说，我觉得还 OK 了。就很好入口的一款酒，对，比较好入口。就平常喝的话，我觉得还挺好入口。什么梨子呀、苹果呀、柠檬啊，这些水果的味道都是有的，但是它香气不是很浓，不是那种扑鼻的香。它也有那个就青柠的那个酸。它有2种香槟，一种香槟是非常非常开胃，很酸，因为它足够酸，它才足够清脆。另外一种呢，就是烤面包的那个味道很浓，就是像你喝一个很高级的白葡萄酒，还打了气儿的那种。那有人就喜欢喝呢，有的人像我们就可能喜欢这个烤面包的多一些。好，我们来试一下第2款，硫磺啊。带有一点硫磺，但是其实它也是那个酵母的味道，就烤面包的那个味道也是在，但是它少了一个那个青柠，就是说柠檬的那个酸度的感觉。抽的这个酒，这个味道会有点偏重，有点重口味了这个。可能要给它醒一下哦。那刚才就是在用杯子嘛，然后 Tyson 就是想说我们用香槟杯，但是现在就大家喝白葡萄酒都会，包括香槟都会用这种大一点的杯，让它比较容易去醒酒。小杯子呢就比较容易保住它的泡泡。那我们用大杯子，我们忽略了今天的酒好像不是特别好，感觉我们俩就是在为大家尝白葡萄酒，至于泡泡这件事情完全忽略掉。这个它的喝起来，其实它喝起来它的感觉会偏稍微往甜度上面会靠近一点点，味道上其实能喝到那个蜂蜜的那个香气，有蜂蜜的那个香甜味，所以会更好入口了。但是真的这一款更不像香槟，其实我都觉得有点像雷司令的感觉。对，就没有气泡的雷司令，这个像雷司令，这个像Sauvignon Blanc，反正就都不上香槟的味道。一点都不酸，这2款酒完全不酸，就是甜甜的，很容易入口。我觉得这个会有一点点，这个是真的完全真的不酸。好了，我们喝一下第3个，感觉今天没有被满足到的样子。你看现在还有很多的泡泡，你围着它一周。这个味道多一些。我在里面闻到了那个，就除了就是说什么酵母之类的，然后还闻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贝壳。有点贝壳的那个香味，它也有那种酵母的味道在里面，然后水果的味道，就青柠的味道也是。这款的味道会很复杂，比刚才那2个复杂你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就是到入口就会觉得它那个泡泡包裹住了你的舌头，就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气儿。刚才那2款完全感觉不到气儿。感觉不是在喝香槟，这个有喝香槟的感觉了，是吧？而且这款酒是酸的，
还蛮酸的，就是我现在嘴里面已经流口水了。我觉得就是说，但是这个酸度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而且它的整个的味道是属于那种温和的味道，没有说特别的就梆的那种感觉，就还挺温和的，还不错。然后从水果的香气，然后到后面其实真的会带有一点点那个在吃海鲜的感觉，不错的，这个配海鲜绝了，是吧？而且这个回味还 OK，还是而且整体啊平衡感呀、层次感都不错。它里面的那些海盐的味道我也能喝得出来，然后苹果呀、青梨子的那种味道也是有的。我会推荐这个，我也会推荐这个。第一个前两个感觉不像在喝香槟，而且前两个味道太短了，不够丰富，它那个味道，这个的味道会比较丰富。好吧，那请导演给我们指笔，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吧。这个不是我擅长的东西。不要找理由。第一个你选的什么？这个我选择那个明月。我第一个选择是那个凯歌。第二个我们是一样的。第二个我们是一样的。都选了蓝松。然后这个我选的是凯歌。第三个选的莫蔚，那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们两个只有对了一个答案，就是第一个这个我猜对了，然后他作为一个喝威士忌的人，全部都猜错了。你介绍一下他们的价钱吧。这两个都是39块9毛9，一样的价格。然后其实最贵的是这一款，这个是50。它为什么也有泡泡？但是喝起来吧，其实从易入口上面来说，它确实是比较容易入口的。甜的。这个今天是一匹黑马，因为在我的脑子里，你记得去年我们不是也做了一期，我们试的是那个盔甲，那个太难喝了，那个太难喝。但是当时我们觉得某味在那里面是很好喝，而且它是有泡泡的。怎么今天？而且上次我们用的也是这种杯子哟。气候的原因？我不觉得是气候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它的质量变差了。那三个都是属于就是说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在香槟区里面都算，我觉得这三个品牌都算是挺好的。他们手下可能就好像这个某位他其实他也有一些就是说自己一些比较好的这个高端的酒，然后这个凯歌就更不用说了，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说自己比较好的一些品牌的酒，然后这个呢是最好的，我们知道是那个香槟王，香槟王，对，就是香槟王在那里，其实是算是就是说大家一听就能知道的，它有一些，它的名声已经在外了，名声在外。这个某味适合配水果，配蛋糕，对吧？那个适合配海鲜，这个呢自己单喝就可以了，没有什么要配的，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不够，你如果配完了之后，它就更没有什么味道了，因为它本身就比较太平了，很平的那种感觉。但这个品牌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个香槟女王，很久之前就说那个什么拿破仑跟那个都有在喝他们的，而且它出口很多都是去俄国。对，就因为那个战争嘛，就拿破仑跟就法国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然后他在法国的一个酒。他偷偷把那个香槟运去了俄国，然后突然那个拿破仑宣告战败，然后俄国就用他的酒去他的庆祝用酒。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呢，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